几乎没有在一个剧组里说没有听见过骂人。这个视频价值3000万，我说价值3000万，你给我看，教你几条大错避免人生错误，教你几个你就会过得幸福。来吧，打网球，去年的新年愿望，对，应该算实现了吧？因为不是说一直说想要拍戏，去年有愿望，也是最终完成了大家的一个期待，也是自我的突破吧。导演，然后制作、后期剪辑，好像没有太近，就干嘛呢？今年一直在去网球场，去了一趟韩国。私心吧，希望今年的做好了，有点成绩了，然后明年更把自己去拍一个好、更精良、更大、时间更长的游戏。说事儿也行吧。就是我觉得重新拍戏吧，自己做的第一部戏，但是完成了以后就不是那种喜极而泣，而是继续出发的感觉。就是马不停蹄的，直接就在想写第二部的东西，我想第二部的故事。最大的失败是输给了这个胖 Peter， 前2天输给他，为什么？其实我觉得人生不就是在不断的遇到困难和问题，这都不是事儿，办法总得困难。就是拍摄的时候，那个眼睛肿了脑袋，也印象不深，因为撞到脑袋这个可能还不是，主要是他后期那2天，因为一直都要拍，我后来就去看剪辑，确实很明显，眼睛底下那一块肿。比较近的就是刚去把那个雪鞋给换了。因为去年滑雪的时候吧，那个买了一个鞋，人家让我非买很小的，说一定要小，一定要紧，这样做动作怎么方便。我买了个很挤脚的，把我那个指甲盖挤黑了，2个指甲盖都坏死了，花了1年时间它在掉，然后重新全部长，但现在好像还没有完全的长好，重创我的大脚趾。我也是说拍戏吧，我觉得有了一个很好的剧组的氛围，几乎没有在一个剧组里说没有听见过骂人。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剧组就做得蛮好，当然我觉得是需要催的，但是我感觉我们那个剧组非常的 peace。其实我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点，这几天跟朋友聊天总结出来，仅代表个人观点，也不是说特别讨厌，就是不太喜欢的一个点是，我不想跟你说，不懂，然后或者就是说，感觉他好像知道很多，懂得很多，然后我已经了解到了这些世界的真相，或者事实的真相，或者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真相，或者经常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视频，就是这个视频价值3000万，我说价值3000万，你给我看，然后呢，教你几条大错避免人生错误，教你几个你就会过得幸福，就太多这样的视频了。然后我自我的感觉是，每当我看一本书，每当我学习一个东西，哪怕去学英语也好，打网球也好，我从一项运动当中，从书本当中，从各个方面当中，我都觉得自己是很匮乏。原来我知道了这么少，所以我觉得应该真正的一个好的状态是包容的，而不是去下定义的。就是每本书它都是一个观点，它是一个视角，每个运动也就是一种不同的规则。我们在规则当中，这个规则也是人想象出来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场地，各种不同的运动。其实我在今年一直有听3首歌，伴我度过了剧组的生活。当然除了自己的还有3首歌是一直单曲循环的，是那个薛之谦的《足够》和《动物世界》，还有林俊杰的《怨与仇》。这3首歌是我新学的，非常喜欢，一直都喜欢。我觉得健康了，自从打网球以后，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的这个生活作息状态保持锻炼，保持运动，然后呢，也会因为网球交到一些朋友，跟那些朋友又重新有连接。对，以前打篮球的很多伙伴都转打网球了，所以大家又重新因为另一项运动然后聚集在一起了，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意思。能够继续拍戏，然后能够多拿几个这个比赛的冠军，对吧？滑雪技术再练得好一点，对，再做一些好听的新歌。少对
为什么？觉得现在平衡的都挺好的，没有希望自己少或什么。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花时间在我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没什么吧，没什么想要的地方，一般的，就是我品牌的风格。我觉得品牌做得越来越好，然后我也真的是完全我就不买任何衣服，穿自己品牌的衣服又好看，质量又好又舒服。而且都是从设计的时候你就想好了怎么穿搭，你也不需要再去橱窗里挑选啊，然后自己还要搭配啊，各种的东西，太熟悉了，太熟悉了。我觉得保持理智就是，我觉得多看书多学习就是保持理智。之前看那个《认知觉醒》里面讲，其实本能和情绪就会影响你的理智。因为理智是在人进化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才产生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东西。就像我们打球的时候，我眼看着要赢了，就差1分了，往往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就会上来，就会影响到你可能的动作啊、理智啊，你就开始。这帮新朋友，我觉得就是一起合作的伙伴吧，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我觉得2025过得非常的完美吧。想要的都实现，该做的也都做了，没有退缩，也没有停下来。虽然有遗憾，但是本身遗憾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的常态，去接受遗憾。不管你做的多好，都会有遗憾，因为你在成长，你在学习当中。你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就是最真实的自己，那个就是你当下的自己。你不可能以25岁的年纪做到30岁。想法的事情，但是你又会很羡慕、很喜欢往回头看的自己，充满的好奇，充满的动力，充满的所有的这种行动的冲劲。我不能等，我要冲，我要上，我要做。我觉得永远要记住这一点，你才不会老，才不会被时代淘汰，被这个洪流冲走，因为你有一个自己的坚持，你有愿意走下去的行动力。也依旧是站在这个场上，只是站着，所以累了就休息，但是永远往前冲和有想法、有冲劲、有创造的自己是非常有吸引力和有魅力，自己也会，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内心本身的一种生命力吧。永远大家都不要去忘记，不要去失去这种生命力。然后最后给大家送一下新年祝福吧。新年祝福，那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觉得珍惜每一段缘分，珍惜大家好好相聚的时刻，珍惜所有快乐的时光。2025年就要过去了啊，迎来崭新的2026年。希望在2026年，大家都可以所愿皆所得，心想事成，继续冲！